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吴征发言人、林国成委员、尹乃菁小姐、曾宪营议员、唐湘龙先生。好，那么俄乌第一次要直接会谈，美国总统也不去，俄国总统也不去啊。主要是普丁不去了啊，普丁不去，我其实前两天在本节目就说了，如果是你是我都不会去了。哦，我去干嘛？这东西要下面人先谈好嘛。哦，比如说我们看川普到中东去，哦，这边几千亿，那边几，那早就谈好了，不是普丁，不是那个这个川普去才谈的，谈的差不多了，总统就是签个字，哦，就像这个川普可能会打电话给习近平，或也许会见面，都谈的差不多了，然后才王见王嘛。那下面没谈好，王怎么会见王呢？那泽伦斯基很有意思，他就先飞到伊斯坦堡去，然后在我这边等普丁。普丁本来搞不好还会去的，你这样子我怎么去的？那你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不去就是我没有诚意。我去的话呢，我就等于是这个上你的这个好吧，不要讲贼船，上你的宴席好了，宴无好宴呢，所以我怎么去呢？本来想去也不可能去了，更何况原来如果没有谈好，我去干嘛？那泽伦斯基也会表演啊，他这3年在各国会演讲各方面累积的也不少经验，原来就是个演员。那普丁在公开场合，我告诉你，普丁如果答应要去，泽伦斯基第二个条件一定是公开。让媒体来拍，那我认为普丁在这种场合是斗不过这个泽伦斯基的，所以普丁一定不会去。哦，那如果说泽伦斯基去，然后川普也去，普丁还有可能去，至少呢跟美国嘛，对不对？因为普丁如果比你泽伦斯基大，我干嘛跟你在一起？但是呢，美国比俄罗斯现在大，俄罗斯打了乌克兰打3年打不下来，哦，其实也原形毕露了。如果说川普去，也许这个普丁还会去啊。那川普又摇摆，在中东上，我有可能会去，我也可能不去。好了，现在普丁不去，川普说我也不去了。川普不去还要讲风凉话，说只有我跟川普才能达成协议，其他人都不可能。好吧，反正这个川普爱讲大话啊。那另外呢，他说你看，除非我跟普丁碰面，否则不会有进展，就是看我了。哦，好，那么泽伦斯基就说了，果然嘛，说俄罗斯派的叫做空壳代表团。这算什么呢？哦，然后俄国就回骂他是小丑跟输家。哦，那俄罗斯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也这样说哦。那另外呢，泽伦斯基在那边等啊，没人来就离开土耳其了，这个都是想得到的结果，一定是这样啊。那另外呢，俄罗斯外长说，乌克兰每次他们说不要谈判了，领土就会缩小。哦，那因为俄罗斯现在已经占了这个乌克兰差不多1/5的领土了哈。那另外呢，所以呢，3个主角都缺席了，都是川普、泽伦斯基、普丁都缺席了啊。所以呢，他们说普丁是以拖待变，反正我就是这样子了。你要不然制裁我呢，已经制裁了3年了，我也就这样子了，对不对？那我占了1/5的领土，那你要怎样啊？卢比欧就说对俄乌谈判不抱期望，说好吧，头都不在哦。川普呢要跟普丁直接互动，这普丁讲的话嘛，这现在川普下面人都按照普丁讲话去讲了啊。那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协议目标是长久和平，但是呢需要解决乌克兰为什么会有冲突的根源，就你不要加入北约嘛，哦，其实就这么简单啊。那英国首相说呢，普丁是要为了避开和平付出代价，那是放马后炮了哈。那另外呢，美国现在要提议重启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叫做 NATO Russia， 所以在之前就有了，3年打仗以后呢，这个停止了，现在也许恢复，也许在那个地方可以弹出一些名堂来，我们看一下。乌克兰的总统专机降落土耳其安卡拉，泽伦斯基原本是想来跟普京当面谈判。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迎接泽伦斯基进入总统府。土耳其是重要斡旋国，成为俄乌2022年开战以来首次直接会谈的地点。Вирішив відправити зараз в Стамбул нашу делегацію, але не всіх, безумовно, голови служби безпеки, начальника Генштабу,
не буде голови так, але делегація буде очолена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台湾时间16日下午3点，俄乌双方在伊斯坦堡会谈。乌克兰由国防部长领军，一共12人的高级代表团。泽伦斯基呛普京派层级低的空壳代表团。Я вважаю, що Сполучені Штати Америки зараз і Туреччина відчувають неповагу Росії. 当初是普京主揪土耳其和谈，却又不现身，只派总统顾问等级的技术官僚团。Готовы к обсуждению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хода стамбуль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готовы к возможным компромиссам, к их обсуждению. С чем приехали? 转头拒答，俄罗斯的态度很清楚，可能只有美国总统川普叫得动。Nothing's going to happen until Putin and I get together, okay? And obviously he wasn't going to go. He was going to go, but he thought I was going to go. He wasn't going if I wasn't there. And I don't believe anything's going to happen. 川普中东行最后一站是直接回美国，还是意外转到土耳其？川普反复不说死。来，香龙。因为这是第一次了，我觉得大家都还有情绪，何况战场当中还没有真正的还在打。你说在交战的时候，两国的领导人要在战场之外地方见面，它本来就不合逻辑。如果你先停火了，先有了一个基本的把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拉开，然后呢，经过了一小段的冷却期，3天、1个礼拜、1个月都可以。冷却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两国领导人见面的那种的客观的环境啊才会形成，否则内部舆论的压力呢都会非常大。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泽伦斯基基本上面你都已经跟美国签了呢丧权辱国的矿产协议了，基本上面没有美国的参与，其实我跟你泽伦斯基谈什么都不算数。换了你基本上是签了卖身契，等于那个矿产协议就是说，不只是过去我打仗呢是靠美国，同时呢未来呢我的乌克兰的前途呢也就摆在美国身上了，这个不需要普丁为了大家都看得懂吧。第三个就是说泽伦斯基纯粹呢就只是到现场当中呢去秀一下，去闹场，你看得出来就是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普丁没有去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的场合当中的事前没有先约好谁会跟你见面，谁会跟你谈呢？都不可能。他就有点像是在过去呢那种的小混混呢，放学的时候呢，在你的巷子里面在堵你一样，看他们把你堵到了之后呛你一下，制造一些的画面。我觉得泽伦斯基秀的味道呢是很浓厚的，为他自己政治考量的味道呢是很浓厚的。川普说的就是如果没有我跟普丁见面，什么事情都谈不成，这句话大致上面是没有问题的。眼前乌克兰的问题是美俄的问题，这里面呢只是呢存在一个很大的空白，这个空白就是欧盟的态度是什么，欧洲的态度是什么。因为乌克兰之后不管怎么处理，它终究呢是在欧洲的体系里面，在欧洲的体系里面，如果谈得不好，欧洲的后遗症呢会扯不完，所以欧洲也很担心。美国呢在介入处理的时候，只考虑美国的利益，给欧洲呢留下了一条尾巴，那条尾巴呢会让欧洲呢非常难善后。总之，现在泽伦斯基战场当中来讲呢，基本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在普丁来讲呢，他享有时间空间上面的优势，他不急。既然都已经你看到埃尔多安都已经出面了，那不能说是一个空壳子的会面。埃尔多安出面就是希望双方面有一个实质进展的开始，我觉得有开始总是好的。现在呢，你看到的只是开始之后，大家情绪还没有沉淀的过场戏而已。来，那个林委员郭成，在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我认为俄罗斯它是较为强硬的，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普丁不到那里，这个也是预估的。那因为他全部靠美国，到现在科伦斯基他现在变成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他现在不是只有面对谈判战争与否，他要面对国内未来谈判，如果把国家拥有的东西全部把它当掉的时候，那
你这个总统到底做得下去，做不下去，这也是一定要去面对的。所以我是觉得啦，战争当然是很可怕啊，尤其全部完完全全靠了美国或靠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注定一定要失败。所以我认为这些那个乌俄的谈判，它会延迟到现在。但是我们话再说回来，你川普不是说你上任1个月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本来说24小时，对，那我请问，川普总统到底解决了没有？所以这个也给我们赖政府啊一个警惕，也不能全部啊，批评的美国就是以美论。那对于美国，那台湾人民最主要的就是赖政府，你要特别不要这个乌克兰的前车之鉴，我们台湾也是跟上，这样台湾未来在整个不管是两岸关系，不管是这个台美关系，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还是要呼吁我们的赖政府，俄罗斯那个乌克兰的前车之鉴，一定要作为警惕。不，当然，其实大家也都希望俄乌战争赶快停了啊，打了3年哈，其实对双方都是很沉重的负担了哈。这个乌克兰当然损失了20%的领土，而且整个的经济啊可以说非常惨。但是俄罗斯也被全世界这样制裁哈，他也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了。所以双方也都有需要停止战争，只是呢，第一个用什么条件来停？乌克兰说希望呢这个占领土地都还我，克里米亚你也退出。那俄罗斯怎么可能呢？他打了个半天，那不是白打吗？他也不同意。那俄罗斯就叫说你要办选举，你这泽连斯基要下台，同时呢，你这个将来啊，你也不能加入北约，你要承诺等等。那泽连斯基说，那谁来确保我的和平呢？所以基本上中间的矛盾还很多。当时引起战争的原因其实也并没有消灭。休息一下再回来。川普他先去沙烏地阿拉伯，再去卡达，再去阿联酋那在沙烏地阿拉伯6000亿美金的投资，然后在卡达呢也有2-3千亿，而且呢还要买210架波音客机，引擎还不可以用英国劳斯莱斯的，要用美国机的引擎然后现在呢到了，而且卡达还送他一部豪华的客机然后现在呢要到阿联酋去那也是有2000亿美金的协议，我看加起来多少？将近超过1兆。沙烏地阿拉伯说6000亿美金，川普还说不够1兆。那沙烏地阿拉伯说好吧，1兆就1兆吧，反正我有钱，随便你讲。所以呢，川普这次回去美国，哇，可以说是这个载誉归国为什么拿了那么多的订单那另外呢，川普呢这个签了大单，而且还取消了拜登那个时候的管制 AI 的晶片的出口那川普说给阿拉伯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朋友啊，我们朋友给他有什么关系？你要怕他什么转到哪里去？不会的，放心好了。所以呢说呢，这个他们还考虑要逼台积电也到阿联去设厂你看川普到中东还带着黄仁勋去啊，所以将来搞不好也带着这个台积电的高层为董事长去那美国政府内部有担心，说会不会变成一个国安的破口？就美国反正就是反正他阿爸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本来拜登说怕晶片外流，那川普说不怕，那要卖我的朋友都可以卖，然后同时还警告你们不能买华为的，你卖你不卖是你的，华为要不要卖是你那些朋友他们自己那些国家自己的选择，不能卖华为的。那以后美国干脆讲，你们只能买我们福特跟通用的汽车，都不能买其他国家的，买其他国家汽车我就制裁你，就是这样的你说这不是恶霸？这很恶霸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已经非常接近跟伊朗的核协议。他当时取消对叙利亚的制裁，美国内部就吓死了，说我们都不知道要赶快拟这个细部计划。他现在又说要跟伊朗达成核协议了，然后呢，内部也搞不清楚。伊朗因为被制裁很久了，那现在呢要取消这个制裁那另外网络呢，然后川普现在去攻欧盟了，说欧盟比中国还坏，
中国呢，我们已经呢这个跟他谈好了，欧盟比他坏，欧盟到现在为止没有跟我们谈好，还要报复我们，所以呢，网络也傻眼了，说中国也没让什么，美国就跪了哦。那现在呢，他转了对我们欧盟哦，而且呢，他又警告库克说呢，你在海外建厂，我忍耐你很久了哦，你原来在中国大陆建厂，现在又说呢，我们要制裁中国，你又跑到印度建厂，你为什么不回美国建厂？通通回美国来。如果在美国建厂，苹果那个手机哦，我在那个价钱翻倍也不止了哦。美国多贵啊！因为它这个基本上都是海外零件的组合，它就靠一个品牌赚一大堆钱，海外赚一点点钱，它赚很多钱，到美国去那完了，它这个苹果的赚的钱就会少很多。我们看一下。空军1号降落阿联的阿布达比，川普为期4天的中东行来到最后一站。除了对方总统亲自迎接，还有士兵与民众夹道欢迎，而川普当晚也受邀前往阿联总统府卡尔瓦安皇宫。大批小朋友挥舞两国国旗，欣喜若狂。阿联还安排传统的甩发舞迎宾，让川普忍不住拍手称赞。Abu Dhabi wants more chips. Abu Dhabi is moving really rapidly in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而阿联最想向美国展现发展 AI 的决心，因此包括辉达到2027年前已经向阿联取得每年出口50万颗晶片的大单，合约最久还可以延长到2030。而路透报道，黄仁勋也跟着川普到当地与阿联总统同框。We've seen the head of NVIDIA, which manufactures those kind of AI chips, already in Saudi Arabia, announcing a deal there. There is some expectation that we will see an AI chip deal here as well. 而为了深化 AI 合作，川普还出席5GW 人工智慧园区揭幕，这是美国境外最大 AI 园区。He told us about your generous statement as to the 1.4 trillion, and all I could say is thank you very much. 而继阿联3月承诺要在未来10年投资美国大约台币42兆元之后，川普这回还加码报回了2国约6兆台币的交易，其中包括28架波音飞机，要价台币4300亿元左右，让川普这趟海湾之旅堪称满载而归。好，因为川普商人了哈，哪里有钱往哪里去。那现在哪里最有钱呢？就是中东嘛。哦，油源我们讲有油嘛，但是呢，中东也担心，它油总有一天会没有啊。对，那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阿联酋，阿联酋因为杜拜嘛，因为它小，所以呢，它怕它的油没有了，所以阿联酋最早开始就是发展什么帆船饭店、6星级饭店啊哈，然后观光啊哈，而且让你很惊讶，就是尽量你讨好你观光客。怎么讲？譬如说我去阿联酋，我去了2次，哦，2次这住他那个帆船饭店，早上的早餐鱼子酱啊，什么鹅肝酱啊，什么就是这非常的丰富哈。然后呢，每个房子都是差不多60平上下，每间房都一样啊。然后不止如此，他在沙漠上开个叫做这个 Wild Wadi， 这个野蛮的这个游泳池，好大个游泳池，水上活动，它没有水啊。哦，然后呢，后来还盖一个很大的一个溜冰场，它哪有冰呢？它热得个要死，就是它让你觉得很惊讶，说怎么可能在中东搞这个东西？你越意外，他就越搞，让你惊讶。然后现在旁边的国家一看说，哇，这个阿联酋可以这样，他们也都要干了，什么沙特阿拉伯啦，哦，什么卡达，什么都有，我看都有样学样，都开始想要在建设各种东西哈。然后甚至他们想要变成一个什么 AI 的园区啊什么，他反正有钱嘛，哦，大家都往那边看啊。来，南京，对我那天讲过了哈，就是王储呢。萨尔曼他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沙特2030愿景，他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啊，他要把整个沙特阿拉伯呢是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国家。那它的核心的理念当然就是赵先生刚才提到，他们要减少对于石油的依赖。然后这一次呢，而且他过去这些年来，他们投了非常多的项目，他们有很大的这个新创中心，但是他们的新创中心主权基金呢？对，那他们有主权基金投了很多项目，但是他们的这个新创中心的问题就在于他的投资的项目太过于分散，所以呢，他这一次呢，透过跟川普啊，这个世界一流的辉达啊、Google 啊、AMD 啊、微软啊，他们共同的来合作，他们要在Humane， 我就说他们的主权基金，萨尔曼啊，他所掌握的这个最大的这个主权基金。
这个 Human 的这个计划呢，它是要打造一个在沙地阿拉伯的一个 AI GPU 云端的运算和数位转型的单位，它那个投资金额非常的大哦，它未来的5年里面啊，像 Human 跟超微就 AMD， 他们要投资100亿，然后他们辉达卖给他们18000颗的这个晶片嘛，他们是要做在运算，就运算的部分，他们要弄超级电脑，跟阿联酋的概念也是这样，他们要做超级电脑，所以这些沙地阿拉伯啊，然后中东这些国家，他们都在拼转型，然后转型呢最前沿的现在的当然就是 AI 的技术嘛，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川普的中东行呢，他所展现出来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川普就是一个以赚钱、投资、做生意为目的的美国总统。而且他儿子先去了，要盖一个川普大楼，是哦，还要盖一个度假高尔夫球场。哎，那我觉得卡达的要送给他的那个飞机，不是在美国有很多的争议，那就留在那里吧，哈，可以载运这个川普的美国访问团。他那个飞机很荒谬的，到美国去。卡达昨天讲说，我们不是送给川普个人，我们是政府对政府，国防部送给国防部。然后呢，好，条件是未来4年给川普做空军1号。川普昨天讲话了，我们的空军1号多小啊，人家那个空军1号多好啊啊！然后呢，川普卸任以后4年后要做，因为美国卸任总统都会有图书馆，要做川普图书馆，要把这个产权再转给川普图书馆，那不就送给川普个人吗？什么对政府对政府？那川普还说，人家送我这么好东西，哪有不要的道理呢？当然要啊。是，我觉得川普他不是一个价值外交的人哈，就是在他的脑筋里面呢，他没有那些人权啊、民主的观念啊，所以说呢，过去呢，大家可能忘了这个华邮的记者、专栏作家卡舒吉，他就是被萨尔曼王储非常的残忍的啊，在沙特阿拉伯驻土耳其的总领事馆，他是被绞杀，被麻醉绞杀，进去就没有出来。所以拜登政府在前期的时候，当然就不愿意跟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往来。可是到后来，他们也是屈服了嘛，哈，就是因为基于石油关系。那对于川普来讲，他更没有这方面的禁忌了，哈。他伊朗核协议是他退出的，哈，他现在呢又回去了，哈。所以说，他都是基于未来的。开发还有未来的，你让伊朗呢发展那个民用的核技术的话，美国的一整个在发展核技术的部分，那你不就是美国就美国的厂商都可以去赚这笔钱嘛？就你不开发，那中国大陆就赚走了哈。他们就用这个来威胁川普，是，所以你不去，大陆就去了。是的，在中东的情况也是如此啊。我们以这个黄仁勋为例啊，他在4月底的时候，他在美国国会出席相关的活动。他那时候出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拜登的那个3级晶片输出的3级管制架构还在嘛，那他是极力反对这个的。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讲就说，华为是全球最难对付的科技公司之一。他非常的焦虑啊，就是黄仁勋的他的哲学，他就是一个充满危机感的一个 CEO 哈。他每天呢，他都在担心他辉达他所发展这个算力的这个运算技术被超过，然后就在今年。因为之前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是美国就是限制辉达的 H1版销往，H20对H100呢，销往这个中国大陆嘛，那还是2022年的事情哦。在今年2025年的时候，华为的升腾910D 哈，就是已经说已经5月已经跟几个很大的他们的这个供应商呢，已经要试生产了。如果说呢，它的真的是可以运用，而且它当时它号称说它的效能呢超过辉达的 H100。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这是2025这是2025，辉达的 H100也不过是2022。它只差3年呢，它就超越了。所以说，对于辉达来讲，这一次呢，川普在行前的时候呢，取消了那个3级管制的禁令，然后能够把所有的最好的、最先进的，通通都在中东实践单卖出去。而且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是它这些的生产呢，都是我们的台积电他在4月的时候宣布，他这个 Blackwell 最新的就是由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厂来产的，所以最新的技术、最新的这个晶片 AI 算力的晶片，就是由台积电的美国厂掌握啊。所以像现在
虽然说台积电在去年的时候，他就到阿联去参访了哈，可是当美国注意到说有可能透过台积电在阿联设厂，搞不好被那个中国把那个拿去运用的话，我觉得台积电到阿联设厂的东西的几率是几乎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如果川普愿意的话，也很难讲了。不过这个我们好像以前有个规定，就是我们台积电出去都要 N-1嘛，所以嘛，不可能嘛。那怎么这个美国会有最先进的这个晶片呢？这个很奇怪啊。休息一下再回来。